我们写代码的时候都知道尽量不要写死，但是在写 CSS 的时候，很多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布局绑死在物理方向上。一旦遇到多语言支持或者排版方向发生改变，样式就会瞬间错位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就会明白逻辑属性解决了什么问题，以及在实地开发中逻辑属性和物理属性该在什么时候使用。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但放到一个具体例子中，你马上就能看出来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你会看到物理属性和我们的布局意图往往是不一致的。我们写 max width 本意是限制这段内容不要无限延伸，这个意图本身没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把它写成了物理宽度。同样的，写 border left 和 padding left 的时候，我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在文字起始处加边框和间距，但代码表达的却变成了在屏幕左侧加边框和间距。其实我们不经意间在这里硬编码了一个假设，我们默认行内内容从左到右流动，会计内容从上到下排列。在默认场景下，左边和文字起始处刚好是同一侧，所以很多人意识不到问题。为了让问题暴露出来，我们故意把上下文改掉。一旦上下文发生变化，这种错位就会立刻显现出来。这里我用竖排中文做演示，是因为它对我们更直观。在真实项目里，更常见的是国际化场景。过去为了填补这种缺陷，业界往往只能在工程层面做很多妥协，要么用属性选择器做额外的样式覆盖，导致代码冗余，维护困难；要么在构建流程里引入额外工具，去生成一套方向相反的 CSS。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打补丁来解决问题，但更好的办法是使用正确的表达方式，也就是使用逻辑属性来表达布局意图。限制行内内容的尺寸应该使用 max inline size。这里我想表达的不是左边，而是行内内容开始的那一边。所以比起 border left 和 padding left，border inline start 和 padding inline start 更加准确。同样的 margin bottom 应该是 margin block end。你会发现代码表达的不再是固定的左和右，甚至不是固定的宽和高。逻辑属性做的事情就是把方向和尺寸交给上下文来决定。在刚才的代码中一直在反复碰到4个词 block、inline、start、end， 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在 CSS 里，除了我们熟悉的物理方向，还有一套跟文档流绑定的逻辑坐标系。这套坐标系里有2条逻辑轴线，快轴定义了会计内容的堆叠方向，行轴定义了行内内容的排列方向，它们永远是相互垂直的。我们可以通过2个最关键的变量 CSS 的 writing mode 属性以及 HTML 的 dir 属性来影响它们。先看 writing mode， 它决定的是行轴和快轴如何映射到物理方向以及快轴的推进方向。比如 horizontal TB，horizontal 表示行轴呈水平方向，而快轴是垂直的。TB 表示 top to bottom， 即快轴的起点在上方，终点在下方。至于行轴的起点和终点，则要结合 HTML 的 dir 属性来看。当行轴水平时 ，LTR 表示 left to right， 也就是起点在左侧，终点在右侧。RTL 则正好相反，是从右到左的。再来看 vertical RL。Vertical 表示行轴是垂直的，因此快轴也随之变成水平。RL 表示 right to left， 即快轴的起点在右侧，终点在左侧。当行轴垂直时 ，RTL 表示起点在下方，终点在上方。LTR 则是从上到下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理解逻辑属性，关键绝不是去死记硬背那几十个新的属性名，而是每次布局先在脑海中回答2个问题：第一，当前哪条是快轴，哪条是行轴？第二，它们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在哪一边？ CSS 逻辑属性中的 block 和 inline 代表的就是这2条轴线，而 start 和 end 代表的是轴线的起点和终点。顺带一提， CSS 的 direction 属性虽然能起到和 HTML 的 dir 属性类似的作用，但在实践中，如果方向本身是文档内容语义的一部分，我们通常优先使用 HTML 的 dir 属性，因为它表达的不只是视觉效果，也是文档内容本身的书写方向。虽然逻辑属性很方便，但它和物理属性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，而是互补的。在实践中，我们应该根据表达的布局意图来灵活地选择使用哪一种属性。在这个例子中，当前的 writing mode 是默认值 horizontal TB，dir 也是默认值 LTR。在这个上下文里 ，inline 可以先粗略理解成水平方向 ，block 可以粗略理解为垂直方向。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过所有的逻辑属性，更重要的是看懂它们的命名规律。比如尺寸相关的属性里 ，inline size 和 block size 表达的就是沿行轴和快轴的尺寸。在当前的上下文里，它们就分别对应宽度和高度。max inline size 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它限制的不是固定的宽度，而是沿着行轴的最大尺寸。再看间距和边框，这些名字看起来长，但其实都很好理解。Padding 和 Margin 说的是间距 ，Border 说的是边框 ，Block 和 Inline 说的是沿着哪条轴 ，Start 和 End 说的是轴线的哪一端。
比如这里的 border inline start 表达的就不是左边框，而是杭州起点这一侧的边框。margin block end 表达的也不是固定的下边距，而是快轴终点这一侧的间距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省略 start 和 end， 比如这里的 padding inline 就表示同时设置杭州两端的间距。逻辑属性不只有属性名，也有逻辑值。比如这里的 text align start 表达的是内容向杭州起点对齐。你会发现，这不只是换了一批属性名，而是整个方向的表达方式都变了。但这不代表逻辑属性要取代所有物理属性。比如这个贴纸，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固定的视觉位置，右上角。所以不管排版方向怎么变，我都希望它待在这个角上。所以这里继续使用 top 和 right 来定位。但如果你希望它跟着内容一起翻转，那就应该考虑逻辑定位，比如 inset block start、inset inline end。希望这期视频能帮你理解逻辑属性和物理属性的关系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